鸡蛋壳养花能让花开100朵，并且一茬又一茬。咖啡渣养花能让白花花的根系挤满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把咖啡渣和鸡蛋壳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呢？答案毋庸置疑，就是强上加强。虽然说是很强，那么你好不好奇到底有多强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就来看看，当咖啡渣碰上鸡蛋壳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魔法。开始正题前，先做个小调查，曾经用过鸡蛋壳或者咖啡渣的，请回复1，未曾用过的，请回复0。咖啡渣加鸡蛋壳。1、鸡蛋壳处理。鸡蛋壳太常见了，平常家里喜欢吃鸡蛋的朋友，每天都会剩下好几个，就不要把它们当成垃圾丢掉了，可以将它们收集起来，不过要预先处理一下更安全。处理方法也很简单，就是用开水烫一下，如果不用开水烫，放在锅内煮一下，效果更好，因为温度65度以上的高温就可以将鸡蛋壳表面的一些细菌杀死，特别是沙门氏菌。高温消毒后，再把剩余的蛋液等清洗干净，避免后面发出异味。清洗干净后的鸡蛋壳就可以放在烈日下暴晒，晒得越干净越好。如果你那里天气不好，经常有雨水，或者是没有条件能晒到太多的光照，那就可以用烤箱，一般就用150度烤5至6分钟，就可以让鸡蛋壳完全干燥。鸡蛋壳不要烤糊了，刚烤过的鸡蛋壳会特别烫，要放置常温之后再处理。晒干后或用烤箱烤干后的鸡蛋壳就可以放在塑料袋里，之后用擀面棍将鸡蛋壳碾成碎片，若是有搅拌机就更好了，可直接将鸡蛋壳打成粉末。2、咖啡渣和鸡蛋壳混合。鸡蛋可以作为单独的肥料使用，但如果添加适当的咖啡渣那就更好了，因为咖啡渣里面会含有非常丰富的氮元素，还含有部分的钾元素和镁元素，可以让植物的叶子保持翠绿，还能促进叶子生长旺盛。但是磷元素和钙元素的含量是严重不足的，而鸡蛋壳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钙元素，还含有较多的磷元素，对于促进开花，让植物的根部生长健壮是大有好处的。将碾成粉末的鸡蛋壳碎片和咖啡渣混合在一起，得到的材料是非常疏松透气的材料。前面已经提到，鸡蛋壳一定要完全晒干，或者用烤箱烘干，其实就是为了碾碎之后，让它们能够变成非常均匀的细小碎片或粉末。如果是没有晒干的鸡蛋壳，碾碎之后就会粘在一起，就达不到效果。3、腐熟发酵。将鸡蛋壳和咖啡混合在一起的时候，还是要适当用到红糖水。红糖水的作用是为了增加有机肥腐熟发酵的速度，红糖也可以用可乐等替代。当然，如果有条件，也可以直接买一些发酵菌。红糖水融化后，就可以添加到咖啡渣和鸡蛋壳碎片里。关于红糖水的用量，并没有特别严格的比例，加的越多，发酵速度就越快；反之加的少，发酵进程就会延长。鸡蛋壳的碎片和咖啡渣的混合比例一般就是1:1，当然，这个比例并不是绝对的，主要就是为了让它们的氮磷钾含量更加平均一些。这样得到的有机肥会含有较多的氮、磷、钾、钙、镁等营养元素，肥力是特别充足的。经过发酵之后的鸡蛋壳里面的钙元素会更容易被植物吸收。鸡蛋壳碎片和咖啡渣均匀的混合后，就可以用一个容器装起来，最好是有盖子的，放在一个有较多阳光地方，环境要保持温暖，就让它慢慢腐熟发酵。如果里面的材料过度干燥了，可以重新添加一些红糖水。4、发酵完成。这种咖啡渣和鸡蛋壳碎片腐熟发酵的时间就取决于环境的温度，如果温度能够达到20多度以上，那基本就是半个月左右就可以完成了。在发酵的过程中，可以每隔1周给它搅拌一下，再喷洒一点红糖水，发酵的效果会更好。搅拌均匀主要就是为了氧气更好的进入。如果发现用来堆肥的容器底部已经有一些菌丝，那就证明发酵完成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作为有机肥使用了。这样制作出来的有机肥也是完全没有臭味的。这些有机肥是呈微酸性的，肥力充足，对于喜欢酸性土壤的植物就特别好，包括常见的多肉植物、茉莉花、栀子花、月季花、九里香、蓝莓、三角梅、杜鹃花和茶花等植物。5、使用方法。
我们制作出来的有机肥使用起来也相对简单，就是在花盆边缘处挖一条小沟，将肥料埋进去，覆盖好土壤之后，就可以正常浇水了。这样肥力会缓慢渗透下去，促进植物生长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有机肥不要直接撒在根茎处，否则容易烧伤植物。咖啡渣本身就不会招惹虫子，发酵之后撒到盆土上，更是有驱赶虫子的作用。咖啡渣与鸡蛋壳的结合可以说在养花上天下无敌了，但其实咖啡渣本身在园艺上面也有很多功效，今天就归纳总结了12条，无论种花还是种菜都大有帮助，快来一起看看吧。咖啡渣的12个功效。1. 咖啡渣种蔬菜。咖啡饮料对人有提神的作用，剩下来的咖啡渣还能用来种蔬菜。在菜园子的土壤中适当混入咖啡渣，可以保证氮元素充足，还能降低土壤 pH 值，有利观叶的蔬菜生长，还能保证蔬菜健康，减少病虫害。小贴士：咖啡渣不能添加在表层的土壤，应该将咖啡渣埋到土壤20厘米以下的地方，要深埋，可以有效避免寄生虫、真菌等，对绿叶的蔬菜促进作用最强。2. 咖啡渣覆土。咖啡渣作为养花的一种覆盖介质是很受欢迎的，因为它能够防止鼻涕虫或蜗牛的入侵，防止杂草生长，让土壤更加透气，还有力保持水分。咖啡渣是很实用的介质，用来作为粗糙的有机覆盖物很适合，不过单独使用的时候，咖啡渣要避免直接接触植物的根茎，另外在咖啡渣上面还需要覆盖一层颗粒石或木屑。3. 咖啡渣促进萝卜生长。如果你想要在花盆或院子里种萝卜或胡萝卜，就可以用到咖啡渣，它能很好促进萝卜生长，可以将萝卜种子和新鲜的咖啡渣混合，这样可以让种子更容易发芽，而且能够防止刚长出来的萝卜幼苗免受虫害的侵扰。4. 促进月季开花。咖啡渣是一种非常良好的有机添加物，含有较高的氮元素，让土壤的酸性更高，有利促进月季开花，让土壤的透气性更好，改善土壤的机构，创造一个适合蚯蚓生存的环境，对月季的生长是好处多多。5. 避免虫害。如果你的蔬菜或植物经常被蜗牛或鼻涕虫等软体动物吃掉，可以在植物的周围撒上一圈咖啡渣，均匀撒一圈，这样就能防止害虫侵扰了。这类植物包括常见的蓝莓、羽衣甘蓝、生菜、玉簪等，将咖啡渣撒在周围，害虫就不会靠近了。6. 预防真菌病。咖啡渣有较好的抗真菌的作用，它的酸性特性成为抵御病原真菌和锈病的关键。在咖啡渣分解的过程中，可以避免真菌病害，可以抑制常见的霉菌等，特别是对辣椒、番茄和茄子的作用非常大，避免枯萎病和真菌感染。7. 促进蚯蚓堆肥。蚯蚓是非常喜欢咖啡渣的，在院子的土壤中深埋一些咖啡渣，就能促进蚯蚓对土壤的改善。在制作蚯蚓堆肥的时候，可以适当添加咖啡渣，就能促进蚯蚓的活跃，有利堆肥的肥力更好。8. 改变绣球花的花色。绣球花是一种能够随着土壤酸性碱变化而改变花色的植物，在土壤中添加咖啡渣可以降低土壤的 pH 值，从而让绣球花在酸性的土壤中生长，花色也会变成鲜艳的蓝色。9. 让宠物远离花园。在植物或土壤的周围撒上咖啡渣之后，让家里的宠物远离植物，因为大部分的宠物都有很强烈的嗅觉，特别是狗和猫，咖啡渣的气味对宠物来说是非常敏感的。为了增强效果，可以在里面适当混入橙子皮。10. 咖啡渣堆肥。使用咖啡渣来制作堆肥是非常棒的回收方式，大部分人都是直接将咖啡渣丢在垃圾桶里，实际上咖啡渣能够提供氮元素非常多，也包括磷、钾、镁和铜元素。当咖啡渣分解时，这些矿物质就会给植物提供营养，能提供一种微酸性的环境，促进植物旺盛生长。11. 制作叶面喷雾。适当给植物的叶面喷一点肥水，可以促进叶片长得更亮丽，有利植株生长健壮。可以用清水浸泡咖啡渣，滤掉咖啡渣之后，得到的溶液就可以直接喷到植物的叶片上，叶片上的咖啡气味可以避免真菌感染，有利抵抗虫害。一般5升清水对咖啡渣 0.2 千克左右。12. 洗酸性植物。
对于很多喜欢微酸性土壤的植物，都可以用到咖啡渣，特别是包括一些观叶型的植物，如常见的香草植物和绿叶蔬菜等。如果想要中和咖啡渣里面的酸性，可以适当添加草木灰或石灰中和。常见的木兰花也非常喜欢微酸性的土壤，用咖啡渣来改善栽种木兰花的土壤，有力降低土壤的 pH 值，从而促进木兰花的生长。对云杉、松树也有促进生长的作用。使用前可以先测试栽培土壤的 pH 值，之后再考虑是否要添加咖啡渣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